那一日，我被人一掌打下悬崖。江大盟主，别来无恙啊！怎么是你？不是我，你现在还在水里泡着呢。江大盟主，你不是自诩正义之士吗？这救命之恩，当如何偿还呀？我可没叫你救我，大不了你把我丢回河里便是。丢河里多没劲呢，不如丢床上。顾惊鸿，你个疯子，你要干什么？干你！想我江晚舟一生光明磊落，今日却落在邪教魔长手里，受此大辱。顾惊鸿，此仇不报，我誓不为人。空有嗟叹，为两全已惘然。江晚舟，还能整偷袭，是昨晚睡得太舒服了是吧？顾惊鸿，你有本事你就直接杀了我，否则……就你这楚楚可怜的模样，我怎么忍心呢？来，先把药喝了。真是淘气呀！顾惊鸿，你就不觉得恶心吗？怎么会呀？我们江大盟主又不口臭，相反，这小嘴呀，还挺甜的。你我正邪不两立，若只因为我率领武林众派处处与你教过不去，你大概杀了我，以泄心头之愤。我早说过，我顾惊鸿不喜欢杀人，你怎么就是不信呢？我呀，比较喜欢折磨人，特别是折磨你这种有傲骨的人。不要！求我呀，江晚舟。你不知道，在初见你时，看着你那一副正气凛然的模样，我就只有一个念头，就是有朝一日定要你臣服在我身下，求饶。看来是我还不够给力呀。顾惊鸿，我一定会杀了你的。好啊，正所谓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余生落残掌，我也要与你赴一场。红哥哥，你要抓住我，我就给你当新娘子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说话要算数的。你说过的，让我抓住了，就得给我当新娘子。如今是你兑现承诺的时候了。醒了，给你上药了，还疼吗？无耻，下流！你在吗？你信不信我让你3天3夜下不来床？看来这几日的调教还是有点效果的嘛。调教？你把我当什么？任你愚弄的狗吗？话能不能别说的这么简单？既羞辱了你，也羞辱了我。江晚舟，我劝你不要这副破碎的表情，会让人忍不住想要蹂躏你的。今日天气不错，我带你去散散心吧。我劝你不要有逃跑的心理，否则要被惩罚的哟。还疼？
顾景侯，犟什么呀？同就说，我弄的，我负责。下流！我爱听，多骂点儿。顾景侯，你又搞什么鬼？给我松手！我劝你不要乱动啊！这光天化日，让人看见我们在墙头搂搂抱抱，你江大盟主的名声就可想而知了。终有一天，我一定杀了你！晚舟生气的模样真是好看。现今武林都在说，江晚舟就算找回来，也得是个废人了。明日便会重新推选盟主人选，我已与各大门派通了气，届时他们一定会推举兄长的。还没找到晚舟吗？兄长给江晚舟下了散功散，经脉所措，8大高手联击，坠落悬崖，估计十死无生。就算他不死，也是废人一个。兄长何须在意？林生，是啊，听说你与这林生相濡以沫12载，曾扬言有你江晚舟一杯水，定也会分他半杯。没想到吧，他要的是一整杯。我对他不薄，那又如何？不是谁都像我，会义无反顾地喜欢你，迁就你。就你这般待我，也配说是喜欢？怎么不是？如若不然，我又为何把你从崖下捞回来，小心照顾？别伤心了，夫君我呀，这就带你去出口恶气。周周，这人害你至此，你是要断他经脉丢出去喂狗呢，还是把他大卸8块丢出去喂狗呢？顾景侯，你少借我之名，胡乱杀人。好吧，那你来。晚舟，你怎可与他顾惊鸿狼狈为奸，自甘堕落？你怎对得起大家称呼你一声盟主？我当这盟主是想维护武林，绝非个人名利。而今我只论你我，我们相识12载，你却对我下毒，找人击杀我。我没有，你若不坠崖，他们只是抓你而已。然后把我关起来吗？我拿你当弟弟看啊，你就这么恨我的吗？是我错了，晚舟，我们之事，你怨我也好，恨我也罢，可你绝对不能跟顾惊鸿一起。可我们偏就在一起了，你待如何？顾惊鸿，无耻！可你不就是喜欢我的无耻吗？在床上你还挺享受的，不是？顾惊鸿，你放开他！可待我入处，若顾惊鸿，适可而止。他废了你啊，你还对他如此在乎？可我对你万般好，你怎待我这般冷漠呢？你到底想怎样？如果只是想看我众叛亲离，名声败尽，那我现在告诉你，你的目的达到了，可以了吗？够了吗？顾惊鸿，你口口声声说喜欢我，待我好，可却是来揭我伤疤，顺便踩2脚，让我知道何为疼痛。你的喜欢真可怕，背叛、控制、折辱。我多么希望那日就这么摔死在崖下算了，如此至少还走得干干净净，不会众叛亲离。满楼乌云散，吻过霜，也拥过寒，怕自己。江晚舟，你居然想寻死！你不是说我欠你一命吗？那我从这里跳下去，如果我还能活着，我们便两不相欠。届时我定杀你。你若要我至此，我无话可说，剑给你，命也给你。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要杀我泄愤吗？我现在人就在这儿，
悬崖就在身后，捅我一剑，顺便将我推下去便是。说到底，还是你救了我，救命之恩我会还，还了我再杀你。是吗？说到底，你就是舍不得杀我。随便你怎么想。别走那么快，下着雨呢，小心落滑。是。喂，还活着吗？我堂堂玄冥教教主，要是这么给摔死了，明日不知道得笑死多少人给我陪葬。那你还不起来？起不来。我以为你会把我丢在那里过夜呢。你从悬崖下捞过我，我从悬崖上捞了你，从此之后，你我两不相欠。你没事？就说你刀子嘴豆腐心吧，我们之间呢，注定不死不休。此生唯一的契约。每次都这么大劲儿，谁受得了？见过教主夫人。谁让你们这么称呼的？是我，周周，醒了，睡得可好？无聊。你打算这样关我一辈子吗？周周这话说的，我这门一没上锁，二没绑你，怎么算关呢？所以我要走，那我一定拦着。又生气了，一大早给你拆的，喜欢不？不喜欢。那行，我这就去把那些园丁全部换了。我只是不喜欢这种花种，与他人无关，你别牵连无辜。若我偏要牵连无辜呢？这样总可以了吧？这是我亲手种的。那你刚才逗你呢，我就爱看你着急的模样，真是诱人。才能够形容尽，为何我为你如意？一个我。今日是我的生辰，有些人可是提前大半年就跟我预约了上门为我庆贺的名额。他我这没有预定就出现在这里，岂不是三生有幸啊？不，是为夫三生有幸，才能把你捡回来。今日人多眼杂，没准能找到摆脱他的机会。听说这玄冥教有教主夫人啊，教主不让夫人出来与我们见上一见吗？就是，教主英明神武，这教主夫人想是闭月羞花吧？那可不，若是一般姿色，怎能如教主这眼呢？嘿嘿，想来那床上功夫更是销魂的紧吧？嘿嘿嘿，哎呦，什么玩意儿？也敢对我家周周评头论足？再有下次，砸中你的可就不是杯子了。教主恕罪。滚！放心，你既是我的人，便不允许这天下任何人欺你一分。周周，以后我护着你，便不允许这天下任何人欺你一分。怎么了？无事。我抱你回屋休息。满天飞舞的雪下。大夫很快就来了，你先休息一下。我就是忽然有点头疼，现在已经没事了。那终究是身子不适，不可马虎，听话。我曾以为他待我之心更多的是羞辱，可今日我才发现，他好似是真的有几分真心。这位公子应是曾经头部遭到过重创吧？不错，自那次重创后，我也忘了一些记忆。所以你不记得小时候的事儿了？不错，那是13岁的时候吧，反正醒来时便全忘了。所以你不是没认出我，是忘了。可知你为何受伤？伤成这样，你该有多疼？父亲说是我贪玩爬屋顶摔下来给磕的。不可能，你向来位高，不可能爬屋顶。你怎知？我们小时候认识。如果我说我们小时候订过娃娃亲，你信吗？往事
谁的念想？荒唐之极。反正吧，不管你信不信，你如今都是我的媳妇儿了。一句又一句，念了刻下的伏笔，是我们的秘密。一句一句断断续续，是什么结局？等待传来的回忆，留在梦里。忽而雷声云一如你哭泣，惊涛是千里，经过荆棘。在不知生命中的以后我的每个生辰，你都能陪我过吗？对不住，把你弄丢了这么多年，但我既然把你找回来了，以后便也不会让你受一点苦。看你这般神情，好似也不是作假。我们小时候当真定过情。也罢，不管来日如何，今日先祝你生辰快乐吧。时光年年有不忘。你没睡呢？周周，我会帮你找回记忆的，我们之间定能恢复如初，届时你会与我成亲的，对吗？你若要出门，这里的人不会拦你，但是你记得回来，好吗？若你对我是真心，若我们之间当真有过感情，我必给你个交代。这真的让他这么走啊？教主回来不得杀了我们？可是教主有吩咐，不可以拦啊！说什么要收放有度，才能俘获芳心。月光与海拥抱，孤单上映照，绵延到天荒地老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你知道吗？这段时间流言四起，甚至有人说你落入顾金鸿手里，为父可是担心坏了。确实顾金鸿救了我，这些时日我一直在他那里。什么？他救的你？我与他好像先前认识，就在我丢失的那13岁之前的记忆里。父亲，说这一切是真的，你应当也晓得的吧？顾金鸿的父亲是否也是你的故交？是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顾金鸿离经叛道，成立玄冥教，坏事做尽，跟他父亲一般，有其父必有其子。他说我与他有娃娃亲，是否属实？你在说什么胡话？我只想要真相。你可别告诉我，你对那顾金鸿动了心思了。哼，若是如此，我便没有你这个儿子。顾金鸿，我该不该信你？公子，买个单子吧。今日是我生辰，你能祝我生辰快乐吗？怕危机与你道别，怕回忆中当时我们可是说好了的，只要我对江晚舟下手，将之重创，你会扶持我当这武林盟主。可如今你是得偿所愿了，可你又带江晚舟来揭穿我，闹得我名声大噪。我也没说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是你，我是仁至义尽了。顾金鸿，你要言而无信吗？急什么？江晚舟在武林人士心里颇有地位，虽然失踪，可只要他活着，你始终没有出头之日。那日的生辰也没给他生辰礼物，今日补上应该也行吧。我要他喜欢上我，为我与整个武林反目，如此你再站出来说两句，我银河的挨你一掌，还怕武林盟主不是你囊中之物吗？顾金鸿，你最好别耍我。你又不是阿猫阿狗，耍你有什么好玩的？哼，是啊，耍江晚舟才有趣啊。先让得知我背叛他，然后你再安慰他，让他对你沦陷。顾金鸿，论心计谋算，还得是你。谁让这世上只有肮脏的算计方能得到所有呢？所以在顾大教主心里，我到底是猫还是狗啊？已惘然，星辰越暗，是零落不开。你
你在这儿多久了？不久，只是正好把顾教主戏弄我的话，一字不差的听进去了。文州，不是这样的，你听我说。好，你说，你刚才与林生的话不是真的。我所遭遇的这一切背叛也好，武功丧失也罢，都不是你安排的，都不是你为了让我喜欢你而安排的。你说啊，我叫你说啊！是，那是因为我喜欢你，我不这么做，我们之间就不可能。我等了你太久了。我不是没有尝试过别的方法，可你就是不能与我好好说的，所以你就选择废了我，打断骨头，再给颗糖。来心狠，还得是你呀，顾惊鸿。就算我没有安排，那些人也有背叛你之心，我是在帮你提前看清罢了。那我谢谢你啊，没有你的安排，我真是没机会体会这钻心之痛，真是笑话。我江晚舟从未有过这么大的笑话。你要去哪儿？去一个没你的地方。晚舟，我真的会杀你！没跟你开玩笑，想试试吗？此剑轻软，今赠你防身，叫它青鸾。周周，此剑轻软，今赠你防身，叫它青鸾吧。九月平添我们。你。我回到江家，得知我回来的消息，武林同道皆上门道贺，而我以武功丧失为由，交出了武林盟主的令牌。如此重要之事，为何不曾与我商量？与父亲商量，我这牌子怕是交不出去了。你敢说你如此举动不是因为顾惊鸿？你心里到底是放不下的，对吧？是，我放不下，所以选择不面对，体面退场，难道不好吗？还是父亲非要等到我与顾惊鸿的丑事抖出来，被武林耻笑，被人逼着交出这令牌，父亲才满意？哼，还不是怪你不洁身自好。是啊，闹成这般，确实是我咎由自取。闹成这般，到底是我自负了。公子，后面那人跟了一路了，无需理会。年华里不曾想，回头望红绳绑。江晚舟，听说你武功丧失，今日
我便来领教一下真假。文州，其实我很想看看你这出戏码要演到什么程度。你认为这些人是我安排的？这种自导自演的戏码，顾大教主最是擅长了，不是吗？哼，那你又为何出手？因为看腻了，恶心。公子，他中标了。那又如何？哟，死这么多人啊！哎，大哥，这个还有气儿。哦，姿色不错，拖去城里卖，应该值几个钱。哎呀，这怎会无缘？山海隔两边，可叹相思怎会两难全？你这其实也恢复了6、7成，应是有人日日以内力为你续经络，方有如此效果。你不来我这儿，再有3月必能恢复如初。那种续法不稀罕。听说你失踪2月，而后又辞了武林盟主之位，这些日子你应该面临很多事吧？武林是非多，我以为我以德服人，所行之事皆无愧于心，必也能换回他人真心相待。不曾想，与我交好多年的林生，居然想要废我。只是因为林生？也罢，你既不想说，我便不问了。你就安心在我这调养吧。外头有何动静，我会通知你的。多谢。不客气，我收钱的。为何你对他人都可以喜笑颜开，唯独对我只有厌恶？顾大教主，不知做甚呢？许你何干？这可是我家，你说与我何干呢？租几天？哟，这么好说话呀？水起路漫漫呐，加油啊！远潮盼再见。我知道他一直跟着我，就像个狗皮膏药一般，怎么甩都甩不掉。顾惊鸿的这种做法真的很让人心烦。哎呦，我的顾大教主啊！我都说不要水服顶了，你看吧，甩了。不是，哎呀，这一身血的，你干甚了？你这讹我的！哎，你别晕啊先！又是苦肉计。晚舟啊，晚舟，我知道你没睡呢，快出来搭把手。也罢，我就看你还要耍什么把戏。怎么了他？胸口有伤，渗血了，我到屋里去。哎呀，这俩那降身呢是？他的伤口没有上过药。中箭中镖，镖还有毒，深深用内力压制着。他这是搓的。晚舟，好玩吗？顾大教主，你知道你这种死缠烂打的行为有多让人讨厌吗？我只是想寻机会弥补些许。弥补二字说的轻巧啊，可怎么弥补你对我的所作所为？你可以把付出在你身上的一切加倍还回来。我无话可说，一刀不解气，也就刮2刀。反正你能怎么解气，怎么来。最后一吻落在唇边，也散落在碧海晴天。这就是你一身伤一身毒不治的原因。
在你还没有解气前，所有的伤我都不配医治。当真随我处置。是，可以身败名裂，可以一无所有，你怎么高兴怎么来。好啊，那我就把你收拾打扮一番，送到酒馆去，供人玩乐。我要你顾惊鸿，从此在武林中再也抬不起头来，如何？只要你能出奇，都行。我一定是疯了，才会与他一般禽兽不如。原来逼急了，周周是这种反应啊。真的担心呢，也可以过去问一下的。他当我光了啊？哎呀，你们两个啊，但我相信你啊，一定是顾惊鸿混账啊，因为我认识他很多年了。自从顾家出事后啊，他就是个顾家。你知道他以前的事？啊，是啊，顾家一夜之间被屠杀殆尽，当时还是我师父救的他呢。那你可知他与我江家有何渊源？你是想问他与你有何渊源吧？你知道的，我丢失了13岁前的记忆，那段记忆里应该是有关于顾惊鸿的，他对我的种种行为也与那段记忆有关，我想知道真相。然后你就能原谅他了？如果真相中并不是我亏欠他，那他对我的所作所为就不能原谅。你干什么？不知你昨晚是否解气了，所以今晚我特意好生梳洗一番，过来继续赎罪。今晚你还想我怎么伺候你？你说，我都做。顾惊鸿，够了！是我伺候不周了，那你还想如何？什么时候要把我送去酒馆？可想好了？你是迫不及待的淌他人身下是吧？看周周安排了，若只有这样方能让你解气，我亦无话可说。不要脸！这样不行，那样也不行，那你到底要我怎么样？你说啊！不要生自己的气，有气就撒出来，尽管撒我身上就好，我都受着。明日武林同道会来此与我协商，讨伐你玄冥教一事。顾惊鸿，就你如今这半残之身，不想死就赶紧离开。所以你还是关心我的？不对，那是我的房间，要走也是他走。你给我跑这么快的？放心吧，明日定把亏欠你的全给还回来。届时想来你就不气了吧？虽然江公子放弃了武林盟主之位，但江公子毕竟还是武林中人，心中侠义之心定是还在。这次讨伐玄冥教，公子应该也会全力以赴吧？还是说传闻是真的？什么传闻？外头人言，你与顾惊鸿那魔头是故交，甚至还有说不清的关系。你是怕东窗事发，身败名裂，才躲到这里来的？哼，所以呢？所以斩杀顾惊鸿，方能还公子清白。其实有时候尔等做事与顾惊鸿也没太大差别吧？江公子，你怎么说话？晚秋如此说话，确实有些不妥呀。顾惊鸿，我做事是不择手段，但却不道貌岸然，先能与在座各位相提并论。当然，除我们的江公子外，在下行事是极端了点儿，但不做伤天害理的事。
此生唯一的错失，应当在于算计江公子之事上，所以我今日特意上门赔罪。你要做什么？赔罪嘛，就得有诚意。那日我让人对你下散功散，今日我顾惊鸿便自废武功，自断经脉，给你赔不是。古老的故事还在流传，因果循环早有记载。顾惊鸿，顾惊鸿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自来投。今日我等便要替武林除害。江公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你要袒护这魔头不成？富商一口气灭了3大家族，其中有一族还是你的母族。顾商罪恶滔天，江怀平，你若还有良知，就该将他斩于当下。此事当真是你所为？三族曾灭我顾家，我如今杀之，有何过错？顾商，大仇已报，恩怨已了。江怀平，是我对不住你，我把命赔你就是。顾叔叔，顾叔叔，你想起什么了？红哥哥，你要抓住我，我就给你当新娘子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说话要算数的。这些年来，浑浑噩噩，想不起少事种种，原来你说的是真的。江晚舟，所以这顾惊鸿今日你是护定了是吗？若真如此，就别怪我们。今日有我江晚舟在此，谁敢动他？若是只能忘却，背负一切，若如愿重逢。经脉受挫，功力全废，怕是养不回来了。你玩真的？不这样，你又要怪我骗你。反正从此我就废人一个，你要打要杀也不你。最后问你一句，是我爹杀了顾叔叔，你恨他吧？你先前算计我，欲毁我，可是为了报复。既然你都记起来了，怎么还有这种认为呢？我明明爱你都来不及，又怎会报复你？当然，先前也是恨江叔叔的，可后来我才知道，刺向我爹的那一剑，其实是我爹自己刺的。我爹杀害江叔叔的母族之事时，因果报应不应该还落在你我身上，就是不曾想，待我在江湖站稳脚步，重新归来，你却失忆了。我这人偏激，如今落得这种下场，是我咎由自取。周周，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好，就让所有的不开心都随风散去。从今往后，我们重新开始。勾勒过往，落彼此去向。江湖是非多，我为他离开了江家，而他也为了我遣散了玄冥教。无论他人如何言论，都与我们无关了。惊鸿，我新学的招数，你看如何？我总觉得他越来越可怕了。妈妈，他还活着吗？周周，残练剑能不能出去练？这屋子不结实，前天已经塌过一次了。你嫌我劲儿大，那你找个温柔的媳妇儿去啊！哎呀，周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别生气。哎呀，我的错，房子也有错，怪他没用。哎呀，这千错万错都是他的错，我家周周呀，男人的嘴，骗人的鬼。哎，就是我媳妇儿啊，最近火气特别大，脾气大，要不你给开个药？我不是有身子了？
啊？身子有啊。懂了，我给他开2贴药，估计是肚子里的宝宝闹的。你也是，别总惹自家媳妇生气啊！宝宝，这拿回去他不打死我呀？